全民穿越到末日求生游戏里，所有人都疯了一样抢着选超能力，只有我一个人选了花不完的钱。旁人都笑话我脑子进水，说末日里头钞票就是废纸。可这帮人哪里懂，丧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威胁，拥有超能力的活人才是最可怕的。随着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我跟300个玩家直接被扔进了游戏里。所有玩家在现实世界中已确认死亡，若想获得重新存活的机会，必须在本末日游戏中坚持至最后。紧接着环节到了选初始道具的时候，我大概扫了一眼货架上的东西，基本全是五花八门的超能力。其他玩家跟疯了一样拼命去抢，我直接翻到了列表的最后一页，瞅见最下头有个金币，写着无尽财富。我想都没想，直接就把金币拿下了。跟我一块进来的班长沈玉选了精神控制，瞅见我拿了金币，忍不住就开始嘲讽：顾言，你这人也太掉钱眼里了。哼，这都要世界末日了，要钱还能有什么用处？我还没来得及张嘴解释，他扭头又看向了班花温软。你呢，温软？我能让所有人类都爱上我，甚至连丧尸都会对我动情。有真爱护体，我绝对死不了。等所有道具都被人抢光之后，系统又一次响了起来，给予所有玩家1年时间进行超能力训练，完成战前准备工作。末日模式将于1年后正式开启。本次游戏最终仅产生1名赢家，唯有坚持存活至最后者具备获取最终大奖的资格。听完这句规则，大伙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原本那些商量好要结盟的人，这回互相看着，眼神都充满了猜忌。在这场生存游戏里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朋友，所有人都是敌人。紧接着，系统将我们传送到这个游戏世界里的随机地点。我二话不说，立刻开始了我的末日求生大计。翻遍世界地图后，终于在太平洋正中间找到了一座小岛。这岛不大不小，用来建造避难所正合适。而且它离大陆特别远，跟孤岛没区别，既不在地震带上，也不在风带里。岛上还没有活火山，却有一块天然的平地，修个机场再合适不过了。四周又被青山围着，正好能当掩体。说干就干，我砸了10个亿把这岛买了下来，给它取名叫未来岛。我对外说是搞旅游项目，买了10艘大游轮，又跟 NPC 公司签了建设合同，把工程车和建材一股脑全运到岛上。我跟那些公司的高管签的都是保密协议，他们压根不知道未来岛在哪儿。游轮一到未来岛，工人们就开始修简易机场。我买了100架飞机，用包机把各地的建筑工人一批批送到未来岛。工人们没日没夜的赶工，为了防止未来岛被定位，我提前装好了干扰器，还把工人的手机都收了上来。岛上修了10座坚固的堡垒，所有材料都按最高标准来，能扛得住12级地震。这些堡垒都做过伪装，卫星上根本看不见。不过那些都是障眼法，真正的末世堡垒其实藏在地下。地下堡垒能抗核弹打击，也能防生化攻击。就算有会打洞的丧尸，也钻不透5米厚的钢板墙。地面上的堡垒有密道能通到地下，但密道特别窄，只能过1个人，还跟迷宫似的。就算有人运气好找到了正确的通道，走到堡垒大门前，也未必能躲得过一路上布下的机关。要是哪条密道被炸了，我还能从别的密道回到地面，不然地下堡垒可就成了我的活棺材了。到了末世，能源可是关键。为了解决能源问题，我在岛上装了风能潮汐能，还有核能发电。我建了5座核电站，其中2座大的平时用，另外1座大的和2座中等规模的当备用。这3座大的和2座中等规模的核电站分散在地下和海底，地下还有沼气池。我也备了手摇发电机，存了一大批蓄电池和柴油，以防万一水的问题也好解决。我装了雨水收集器和海水淡化设备，还挖到了地下水净化设备，能把末世里被污染的水净化到可以直接喝的程度。还有高温瞬时灭病毒、低温瞬时灭病毒、紫外线灭病毒和药剂灭病毒的各种设备。废水处理系统专门用来处理地下堡垒里产生的污水，考虑到可能发大水，墙体都做了防水处理，防爆门也密不透风。地下排水系统也弄得特别强，空气净化系统装了好几套，保证地底下有足够多的干净空气。另外我还囤了10万瓶氧气罐，留着最万不得已的时候用。地下掩体分了12个区域，就算有1、2个出了毛病，别的区域还能接着用。每个区域各有各的用处，其中3个用了最新的自动化养殖技术，能种菜养鱼养鸡。有2个区域囤了够我吃10年的货物、药品、食物和水，还有的区域设了卧室、厨房、餐厅、娱乐室、健身房、卫生间和医疗室什么的。那些 NPC 对我的工程起疑心的时候，我就拿钱堵他们的嘴，他们就为了挣钱更卖力了。钱嘛随便花，根本花不完。我去漂亮国买了一大批重型武器，包括能移动的作战机器人和清场机器人，钱给的够多。我还通过非正常渠道搞到了2颗核弹，在一处海湾里还藏着1艘核潜艇和1架飞机。地下堡垒有条通道能直接通到那儿。我雇了2个教练，天天训练自己开核潜艇和飞机。为了防止有异能的玩家摸上岛，我让人在离岛远点的地方弄了一堆人工礁石，大船一靠近就得触礁沉没。在靠里一点的位置，我拉了圈电网，把整个岛围了起来。沿海一圈的海里，我埋了炸弹，还装了雷达，能探测到一切靠近小岛的东西，好及时把它们打下来。我在天上也架起了巨型电网，怕带病毒的飞鸟落到岛上，花了1年时间，整个岛的防御系统全搞定了。当然，为了迷惑对手，我在全球其他地方也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旅游开发，省得让别的玩家看出端倪。我还准备了几个备用的避难所，要是需要，我可以不开飞机、不加油就逃到任意一个备用点去。送走了最后一批 NPC， 整个岛上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又砸钱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买了下来，把太空里的6122颗卫星全收入囊中，保证我的网络信号一直在线。在这1年里，我还把全球的航空
空公司和海运公司都收购了。最后那一周，我下令把所有飞机和轮船集中销毁。全世界都知道那个首富疯了，把所有远程交通工具都毁了。NPC 们都说这首富脑子有问题，只有玩家们明白，这个全球首富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玩家聊天界面突然弹出个小窗，沈鱼问我：顾言，那个全球首富是不是你？只有他看见我选了无限财富那个选项，我没搭理他。1周之后，末世真的来了。那些把异能练到顶级的玩家，一个个摩拳擦掌，300个玩家的名字和编号打在了公屏上。我是99号，沈玉是100号，温软101号。请注意，末世开启，本游戏将持续运行，直到只剩最后一名玩家。谁也没想到，末世是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雨形式降临的。从北到南，长时间高强度的大雨引发了特大洪水，就跟神话里那场史前大洪水似的，来势汹汹。未来岛虽然也下了大雨，但岛小，雨云下了2天就走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躲进地下堡垒，那些异能人士全都懵了。世界公屏上消息刷疯了。系统，这大洪水里我们的异能有啥用啊？就是系统你不讲武德。我有说过，末世一定是丧尸病毒吗？所有人都不吭声了，除了我。其他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没啥资产。这1年，他们一边练异能，一边想法子赚钱，累死累活的，囤的物资也特别有限。只有少数几个靠异能干非法勾当的玩家弄了套别墅，在地下室修了避难所。可洪水一来，第一个淹的就是地下室，所有物资全泡汤了，整栋别墅也被洪水吞了。还有玩家在地下车库建的避难所也全都灌满了水。高层避难所暂时安全，可雨一直下个没完。玩家们本来就没多少物资，眼看着就见底了，大家全慌了。与此同时，我一边涮毛肚一边看直播，屋子里全是牛油火锅的香味。就见主播躲在窗帘后面，偷偷拍对面大楼的情况。有个玩家正用异能在抢东西，拿火到处烧。老铁们，这不是特效，也不是啥 cos， 这是真的异能人。他原来是我们小区的保安，现在正用火破门呢。这已经是他抢的第10家了。直播间弹幕刷得飞起。我操，原来真有异能人啊！那是不是说明末世真要来了？主播小心，他抢完对面那栋就要来你们这栋了。报警啊！报警啊！我吃完火锅，心满意足的打了个饱嗝，洗完澡刮了刮胡子，接着看直播。那个玩火的玩家惊动了 NPC， 一大群特警开着搜救艇冲进小区，端枪把大楼围了。主播激动的手指抖。老铁们，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这股赤色能量也太震撼了！特警冲进大楼，枪声响成一片，数不清的玻璃被火焰炸碎，爆炸声一阵接一阵。突然有个人影从楼顶飞了出来，直直掉进了洪水里。没过多久，我在游戏公屏上看见一个玩家的名字变灰了，说明这人已经死了。这时候玩家聊天界面里，沈鱼又来找我。顾言，咱们结盟吧。你看咱俩同班同学，编号又挨着，结盟肯定能撑到最后。你肯定看见了，回个话呗。我的精神控制能力特别强，你没有异能，到时候我能帮你对付其他玩家。他一个劲的给我发视频通话，我还是没理他，跟他结盟，等最后就剩我俩。他一个精神控制把我干翻，自己当唯一赢家。他到底是低估了我的脑子，还是太高估他自己的了？断水断电，粮食也快没了。3个月的洪水把 NPC 们的希望彻底冲垮了。终于有人扛不住了，开始打砸抢烧，玩家们也混在里头，想找条活路。可异能哪藏得住？很快就惊动了上面直接下了异能批捕令，抓到异能人就送研究所。1个月之内，公屏上少了30个玩家，一时间玩家们都跟惊弓之鸟似的，人人自危。而我跟他们仿佛不在一个世界。我每天在岛上溜达晒太阳，时不时看看菜长得咋样，检查潜艇和飞机，傍晚去沙滩上做瑜伽，回去吃龙虾大餐。有时候在大豪宅里打游戏，有时候在泳池里游2圈。未来岛简直跟世外桃源似的，我过得舒坦极了。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我还是被人给卖了。世界公屏上有人匿名发了条消息：99号玩家是全球首富，末世来之前肯定修了不少避难所，只要找到99号，所有人都能活下来。沉寂了好久的公屏瞬间被消息刷爆。我看过新闻，早就猜到首富是玩家，原来就是99号啊！99号来说两句。一个人吃香喝辣的，看着我们几百海豪人受罪。你也太狠了吧！就是这种玩家就该被淘汰，找到99号咱们就能活命，兄弟们冲啊！淘汰99号！所有玩家都义愤填膺，恨不得把我扒皮抽筋。我只想安安静静苟着，你们非要把我拉出来。我活动了一下手腕，在公屏上打了条消息：大家别吵了，我就是99号，你们想要避难所，我可以给，不过啥？快说，别卖关子了！你再不说，我们就去找你，把你所有东西都抢光！击退你！我笑了笑，接着打字。不过我只在华国、漂亮国、汉四国、袋鼠国这4个地方建了避难所，而且每个避难所最多只能装20个人。我在地图上标了4个地点。你们现在有200多号人，根本装不下所有人，求求各位了，我把避难所的密码告诉你们。先到先得，千万别来追击我。我把密码一发出去，所有玩家全炸了。只要赶紧跑到避难所，就能在洪水里活下来。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关掉玩家界面，准备洗洗睡了。相信明天肯定又是精彩的一天。一晚上的功夫，已经有玩家赶到避难所了。来的大多是那些有快速移动异能的。避难所建在高处，洪水淹不着。他们一打开避难所大门，进去就跟进了天堂似的。毕竟我这4个避难所修的那叫一个气派，里面啥都有，冰柜里塞满了冷冻食物。58号得意的在世界公屏上开启了直播，没想到这避难所修的这么好，有钱就是爽啊！他们在
在那儿吃着牛排、羊腿，喝着红酒，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58号说避难所里已经进来12个人了，大家一致决定把华国这个避难所关了，资源有限，剩下的人就别来了。其他还在路上的玩家看到直播，气得破口大骂。避难所外面，玩家们源源不断的赶来，与其被洪水淹死或者饿死，他们肯定得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求生的本能让他们不管不顾，求着里面的人开门让他们进去。可避难所里的玩家早把大门锁死了，任外面的人怎么砸门砸墙，甚至用上异能也撼不动那扇结实的大门。里面的玩家正得意呢，我突然冒出来说了句：“不是说好能装20个人吗？不是，还能再进8个吗？我还有个强制密码，就算他们把门关了，也还能从别的地方进去。隐藏门的位置在东南角，墙根底下那块浮雕砖转一下，隐藏门就出来了。”58号气得直骂：“99号，你别搞事！”门外的玩家立马冲向隐藏门，转动浮雕砖，古旧的城墙上果然开了一道隐藏门。玩家们争先恐后的往里冲，就为了抢那8个名额，生怕自己进不去。门外的玩家们为了争那有限的位置，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场面一度陷入混乱。避难所里的玩家也开始坐不住了，他们都是快速移动型的，武力值明显不够。要是再不关门，让那些武力值高的玩家冲进来，他们不就被人瓮中捉鳖了？刚才冲进来的2个武力型玩家也意识到了这点，立马结盟，开始对付外面的人。混乱之中，公屏上的死亡数字开始跳动。我揉了揉眉心，切到另外3个避难所的监控画面，人性这玩意在哪儿都一样。另外3个避难所外面也打得不可开交。我冷冷地看着公屏上的数字，所有监控里我都没找到沈玉的身影，也对他怎么可能去避难所呢？说来也巧，沈玉正好给我发来消息：顾言，你看咱俩没结盟也配合得这么默契，咱俩天生就该是一伙的。你要不要脸？把我身份抖出去，把我架在火上烤的不就是你吗？别这么大火气嘛，我不出这主意。那些玩家怎么肯失去生命呢？你该谢谢我帮你减少了竞争对手。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会，避难所已经满员，大门自动关了。避难所外面没进去的人还在做最后的挣扎，避难所里的玩家正在狂欢，他们根本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是什么。我笑了笑，对沈玉说：“你没在避难所里，真是太可惜了。”说完，我按下了按钮，顷刻间埋藏在避难所地底下的1000吨炸药被引爆，4座避难所瞬间化为火海。爆炸过后，玩家数量少了116个，活下来的玩家还剩91个。过了好一会儿，沈玉才给我发了条消息：“我小看你了，我还以为你是个好欺负的书呆子呢。谢谢你的助攻，不然还真不容易把这么多玩家聚到避难所来。”笑脸 JPG， 全天下最有可能不用飞机轮船就能到未来岛的玩家已经没了。我从1年前就在琢磨怎么把这些人一锅端了。那些避难所就是他们的坟场，避难所爆炸这事不可能这么快上新闻，其他活着的玩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沈玉立马就知道了，说明他就在避难所远处盯着这一切。这时候系统给我发了条消息：恭喜你成为歼敌最多的玩家，可获得一个额外奖励。期待你的亮眼表现。看到这个奖励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看吧，这末世从来就是弱肉强食，玩家们根本没有因为别人的死感到恐惧，反而因为竞争对手少了而高兴。总会有停的一天。4个月后，洪水慢慢退了，被淹的土地露了出来，太阳重新升起来，照着满目疮痍的大地，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以为灾难总算过去了。可他们没想到，洪水带来了瘟疫，许多死去的 NPC 发生了异变。恭喜101位参与者闯过了第1关首轮试炼，下比试第2判等级末日僵尸。有人当场崩溃了。上次你不是说没有丧尸的吗？回头仔细看看，我从未说的一定有无僵尸。这系统可真有意思，有丧尸不是更好吗？总算到了异能派用场的时候了。那号99只能等被打毁。终于轮到咱们翻身了，一群愚钝之辈。微软给我发了私信：顾言，你没有特殊能力，荒迹乱世肯定活不下去。你要是分我点物资，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可以过来帮你。我缓缓打了个问号。顾言，你可别小看我的特殊能力，我在荒流里能活下来，全靠它。我当然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他靠着获得爱那个异能，把邻居们的物资全骗走了。救援队到的时候，他头一个被救。他一路靠着获得爱的异能，心安理得的让别人照顾他、宠爱他，抢走了别人活命的机会。搜救艇经过一栋被淹了一半的楼室，里头传来婴儿的哭声。救援人员想过去看看，温软却半露着肩膀，眼泪汪汪的抱着开艇的大叔。大叔，我心脏好难受，快不行了，咱们快走好不好？大叔心疼的不行，轻声安慰他，开着搜救艇就走了。不好意思，我对脏东西没兴趣。而且温软知道我就是首富，这肯定不是巧合。丧尸危机在各大陆地上爆发，因为我提前毁掉了所有飞机和轮船。太平洋上的岛国和南极洲那边的传播途径被切断了。刚经历了洪水，又迎来丧尸危机，各国的社会体系瞬间崩溃。初级丧尸不难对付，但病毒的传播方式太猛，经过反复传播后开始出现变异。果然跟我料的一样，有智慧的丧尸和有异能的丧尸悄然出现。玩家们意识到不结盟就得死，开始自发抱团建立基地，抵御丧尸的侵袭。然而基地之间不仅要对付丧尸，还得相互争斗，掠夺物资和地盘。面对丧尸病毒，我不得不在海洋中拉起钢网，防止带病毒的鱼游到未来岛。虽然不能吃海鲜了，让我有些遗憾。天空也拉起了电网，阻止飞鸟落下。阳光稍显暗淡，雨天我会躲进地下堡垒，只有经过机器测试，雨水无毒，我才敢出来。这是丧尸危机对我最大的影响。陆地的网络早已被摧毁 ，NPC 们只能依靠无线电传递消息，而我不用这种古老的设备。天上的几千颗卫星让我能实时观测
测地球，就犹如我预料的，飞禽会携带病毒，病毒落到脆弱的岛国，整个岛屿瞬间变为人间炼狱，一个个国家在末世的版图上消失，绝望弥漫。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末世的惨状太让人压抑了。我迫切的想回家，玩家数量一个个减少，这一次减少到了30个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未来岛，一只变异的飞鸟，它刚飞到未来岛海域上空，就撞上了电网，瞬间被高压电烧成了焦炭，但是一片羽毛成为漏网之鱼，从电网的缝隙里飘了下来，还未落到地面，机器狗一道火柱喷过去，将它烧成灰烬。这只鸟应该是从太平洋的其他岛国飞过来的。从那天起，每天都会有大量的飞鸟从未来岛上空经过，电网上挂满了鸟的尸体，机器人们非常忙碌，满岛巡视，并用烈焰焚烧鸟类尸体，清理电网。连未来岛都如此，足可见其他地方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我不再每天到沙滩散步，果断搬进地下堡垒。今天是新年，但世界上没有人有心思庆祝新年，除了我，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我在客厅里贴上春联，挂上中国结，餐桌上准备了我喜欢的饭菜，当然少不了一盘饺子。我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播放末日爆发前最后一场春晚。无论时代如何，有钱总能过得比一般人好，这是不变的真理。我想起曾经的家，爱我的妈妈，可靠的爸爸，还有慈爱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每个春节我们都会团聚，爸爸妈妈准备丰盛的菜肴，饭后守岁，我会收获一堆红包。如今我已孤身一人，心中不免感到伤痛。现实世界的我死了，他们该有多伤心啊！即便在末日中过得再舒坦，也比不上自己的家里温暖。我必须回去，一定要成为唯一的胜者。我拍了一张吃年夜饭的照片，背景是春晚视频。照片里我笑得喜气洋洋，桌上的锅里冒着氤氲的热气。然后我将这张照片发给了沈玉，下1分钟，沈玉便将我的照片发在了世界公屏上。可以想象玩家们跳脚的模样，一条条愤怒的评论蜂拥而至。99号这小子凭什么过得这么舒坦？奶奶的，我们热饭都吃不上一口，他却可以有一桌子饭菜。劝你别太狂，我找到你一定会击退你。我毫不在意，嚣张的回应，那我就等着你们了。如果找得到的话，退出界面。我打开了电脑，查看我搜集的30个玩家资料，他们绝对想不到，在末世来临前，世界早已布满我的眼线。我的雇佣兵精准地找到分散在各地的玩家，并对他们进行长期观察。我清楚每个玩家的能力与弱点。末世降临后，雇佣兵们因我提前囤积的物资活了下来，他们继续为我服务，而我则能给他们解锁新的物资。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末世里，物资是最好用的货币。前世界形成了3大势力，第一个势力是军方，拥有强大的武器库，基地固若金汤。沈玉通过精神控制赢得了领导权。第二个势力是丧尸阵营，其中已经出现了师尊，他通过特殊方式获得了多种能力。师尊身边还有温软，他成为他最亲密的伴侣。第三个势力是黑帮，早在末世爆发前，焰烈就进入了世界上最危险、最混乱的国家，并且用异能收服了黑帮。在焰烈的领导下，黑帮依靠掠夺平民逐渐壮大。其余的26个玩家全部都依附这3大势力。焰烈可以操纵万有引力，是很厉害的异能。在1对1的作战中，没有玩家是他的对手，但是黑帮的势力其实是最弱的。我用笔敲了敲焰烈的头像，就从你开动。目前还有30位玩家活着，接下来游戏难度增加，进入第3关极寒大陆。有人立刻绷不住了。末世已经有1.5个月了，大家没有余粮了。再来极寒天气，这个星球的所有人都会失去意识的。你做个人吧。不好意思，本系统根本不是人。温软悄悄给我发来消息，顾衍，到时候整个星球只有变异族群阵营会存活下来，而我也会活下来。你将会为拒绝我而后悔终生。他发来一张和师尊的合照，照片里的师尊随着能力增强，外形越来越接近人类。既然这样，我就送你们这对恋人上西天吧。极寒天气席卷了整个星球，连我身处热带岛屿也受到影响。本来在这个末日游戏里也不能讲自然逻辑，一场极强的暴雪袭击了未来岛。遭殃的首先是天空的电网，暴风雪压垮了电网，风能和潮汐能发电厂也遭受重创。幸好地下堡垒的备用核能发电厂仍然运转。黑帮首先撑不住了，百姓的资源基本上被他们掠夺殆尽，内部矛盾加剧，冲突不断，异能玩家接连出局。我通过世界窗口私了了焰烈。焰烈，我们合作怎么样？我在你们土地上埋下了很多物资，只要拿到它们，你们就可以活下去。很快焰烈就给我回复了。你想要什么？我怎么才能相信你？我要你对付师尊。我组建的科学家团队研发出来了针对异变者的特效药剂，只要喷洒在异变者身上，就能让他们失去活性。但你也知道，我武力值为0，想来想去，30个异能者里面你最强大，也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我们人类怕极寒天气，异变者可不怕，拖得越久，异变者阵营的赢面越大。我的物资再多，也总有耗尽的一天。异变尊者身边的101号就会成为最终胜者。异变尊者太强大，没有特效药剂，任何异能玩家都难以对付他。我有药剂，你有异能，我们合作解决问题。为了获得焰烈的信任，我派雇佣兵送去了一支特效药剂以及一批物资。我早已秘密送了一批著名科学家到地下避难所，他们全心投入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药剂终于研制成功，只待焰烈出手。黑帮将那支药剂用在丧尸身上，丧尸很快便失去了威胁。焰烈心动了，若世界只剩我和他轻易就能应对我。对他而言，我是最弱小的玩家，与我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焰烈当场应了下来，把东西赶紧给我送回来，等我解决异变尊者，下一个就轮到你。我随口回了句合作愉快。我早就备好了大批物资和所谓的丧尸解药，我找雇佣兵把这些东西空投到了约定地点。焰烈一拿到东西，立马就动了起来，他把黑帮里所有的异能者都集结了起来，直接朝着师尊的老巢发起了总攻。
很快，世界公屏就有了现场直播。无人机拍下来的画面里，黑帮成员都拿着喷射器，他们把淡蓝色的药剂喷向了蜂拥而来的丧尸群。丧尸们发出了凄厉的嘶吼声，他们的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溶解，最后全都化成了一滩冒着白烟的液体。公屏里有人瞬间惊呼出声：“天啊！这解药居然真的有用！太好了，人类终于有救了！”还有人疯狂刷屏夸艳烈：“艳烈牛逼！今世一变尊者，你就是新世界的王！”公屏上的玩家们个个都激动坏了，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末世结束的曙光。艳烈本人也出现在了镜头里，他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双手操控着引力异能，把成片的水泥块和钢筋砸向丧尸群。他意气风发地对着镜头喊话：“99号，你看到了吗？等我解决掉这些怪物，下一个就轮到你！你的财富还有你的岛屿，全都会是我的！”哈哈哈哈！我靠在沙发上抿了一口咖啡，看着屏幕，我淡淡的笑：“蠢货，往往因傲慢而出局。”战场上的战况完全是一边倒，艳烈带着黑帮一路势如破竹，没一会儿就打进了师尊所在的核心区域。就在这时，师尊带着温软现身了，他比照片里看着更不像人了，皮肤上爬满了诡异的青黑色纹路，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艳烈。艳烈冷笑一声，双手猛地往上一抬，他怒吼一声：“去死吧！”他脚下的大地瞬间剧烈震动起来，一整块巨大的地皮被他硬生生掀了起来，朝着师尊和温软的头顶狠狠压了下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异变突然发生了，艳烈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悬浮在空中的身子晃了晃，差点摔下来。那块被掀起来的巨大地皮瞬间失了控，轰然一声砸了下来，直接砸死了他一大片手下。有人惊慌地喊：“怎么回事？”有人崩溃大叫：“我的异能在消失！我也是！我的火焰变小了！”恐慌瞬间在黑帮成员里蔓延开来，他们惊恐地发现了一件事：凡是碰过那蓝色药剂的人，异能都在飞速衰退。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是什么丧尸解药，那是我让科学家专门特制的东西，是专门针对异能者的基因武器。它能破坏丧尸的生物结构，同样也能瓦解异能者体内的特殊基因序列。师尊显然也察觉到了这个变化，他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原本被压制的丧尸群再次疯狂地扑了上来，整个战局瞬间就发生了逆转。艳烈又惊又怒，在公屏上疯狂，他嘶吼着：“99号，你居然算计我！”我慢悠悠地给他回了消息：“别这么说，我只是帮你提前结束痛苦而已。你看没了异能，你们和普通人又有什么两样？”对了，忘了跟你说，这解药的挥放性特别强，只要待在战场中心都会受影响哦。直播画面里，艳烈的黑帮彻底乱了阵脚，整支队伍直接溃不成军。没了异能的他们，在无穷无尽的丧尸面前，根本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温软躲在师尊身后，给我发了条消息，字里行间全是藏不住的得意。顾言，谢谢你的大礼。等我们解决完这里，下一个就去你的未来岛做客。不客气，好戏还在后头呢。就在黑帮快要全军覆没的时候，另一股势力突然冲进了战场，来的人是沈玉，他带着军方的部队，如同天降神兵，出现在了战场的另一端。可他们没有去攻击丧尸，反而把枪口对准了艳烈和他的残部。沈玉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战场，他喊着艳烈缴械不杀。艳烈双目赤红，想要再次发动异能，可最后只勉强让脚下的石子晃了晃，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沈玉没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直接发动了精神控制异能。艳烈身边仅剩的几个亲信突然调转了枪口，直直的对准了他们的老大。一阵枪声过后，公屏上艳烈的头像变成了灰色，存活的玩家数量变成了29。沈玉轻轻松松收拾了残局，收编了黑帮剩下的所有实力和物资。他没有恋战，带着部队迅速撤离了战场。师尊在这一战里也损失惨重，并没有选择去追击他们。整个世界暂时恢复了诡异的平静。没过多久，沈玉给我发来了私信：“1石2鸟，真是好计谋。你不光除掉了艳烈，还顺便侵入了一面尊者。顾言，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彼此，你不也坐收了渔翁之利吗？我们才是最合适的朋友。联手吧，先解决掉异变尊者，剩下的我们再一决胜负。”听起来是不错，可你的精神控制让我很难信任。我可以发誓，在最后一个敌人倒下之前，我绝不对你使用异能。我看着消息笑了，这末世里的誓言比一张纸还要薄。我回他可以，但你得先拿出你的诚意来。什么诚意？我要温软彻底出局。温软那个获得爱的异能太过诡异，他待在异变尊者身边就是个巨大的变数。沈玉沉默了好一会儿。好，3天之内你会看到他的名字会死。挂了和沈玉的通讯，我立刻调出了未来岛的防御系统监控。极寒天气还在持续，岛上的风能和潮汐能发电系统已经彻底瘫痪了，天上的电网也被厚厚的冰雪压垮了，彻底失去了作用。好在地下核电站还能提供充足的能源，但防御上的漏洞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我心里有种预感，平静的日子怕是要到头了。我立刻下令让机器人部队加强海陆空3线的巡逻。与此同时，我启动了藏在海底的另一套防御系统，那是无数微型水下机器人组成的监控网络，它们像鱼群一样铺满了未来岛周围数百海里的区域，任何想从水下靠近的东西都逃不过我的眼睛。2天过去了，沈玉那边还是没有动静，反倒是温软主动联系了我。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他穿着一身华丽的礼服，坐在一座用白骨堆起来的王座上，师尊丹曦跪在他面前，正虔诚地亲吻着他的手指。他的外形居然又向人类靠近了不少，除了那双猩红的眼睛，几乎和正常人没两样。顾言，看到了吗？他为了我正在努力变回人类，整个帝国都会是我的嫁妆。沈玉想对付我，太
太天真了，他派来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我的新子民。他脸上的笑容甜美又纯真，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浑身发冷。所以你这是在跟我炫耀？不，我是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归顺我。我可以让你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亲王。等我的大军踏平未来岛，你会消失得很难看。我直接关掉了视频。这个女人已经彻底陷在自己的女王梦里了，也难怪有这颗星球上最强的力量当后盾。她确实有狂妄的资本，可她算错了一件事。她以为我最大的倚仗是财富和科技，可她不知道，我真正的王牌从来都不是这些东西。第3天，沈玉的消息终于来了。计划失败了，温软比我们想的狡猾得多，他好像能预知到危险一样。我淡淡的回了句是吗？我看着监控画面，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画面上一个微小的红点正飞速朝着未来岛靠近，那是一艘小型潜航器，正以极快的速度穿过我防御系统的盲区。而驾驶这艘潜航器的人正是沈玉，真是好一招声东击西。他假意跟我合作对付温软，吸引我的注意力，实际上却亲自跑过来，想给我来个致命一击。他大概以为只要用精神控制住我，未来岛上的一切就全都是他的了。沈玉，你果然还是来了。我轻轻敲了敲桌面，调出了未来岛的立体结构图，代表他潜航器的红点正顺着我特意留的防御漏洞往里钻，那是一条早就废弃的海底电缆通道。他大概还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找到了我的命门。我对着空气下达了指令，开启7号船库，引导目标进入。收到，主人。等我的声音通过船坞里的广播系统清晰地传进了潜航器里。欢迎来到未来岛，100万加。船坞里的灯光瞬间全部亮起，把这片小小的水域照得跟白天一样亮。水面开始飞速下降，它的潜航器直接搁浅在了干燥的金属地面上，它等于被直接关进了一个密闭的铁盒子里。潜航器的舱门打开，沈玉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的脸色铁青，难看到了极点。他抬头看向遍布四周的监控探头，他心里清楚，我正在看着他。沈玉咬着牙开口：“你早就知道了，我都为你准备好最好的套房了。怎么会不知道客人什么时候到？”我的全息投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沈玉冷笑着说：“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他的双眼泛起了奇异的光芒，无形的精神力场瞬间扩散开来。可我只是一个投影而已，他那强大的精神控制对着一堆光影数据根本一点用都没有。我开口说：“别白费力气，这个船构是用特殊合金打造的，内壁还覆盖了精神屏障涂层。你的异能在这里就是个笑话，不如我们来谈谈新的合作。”沈玉一声冷笑：“合作？把我关起来，这就是你的诚意？”我只是请你来我的地盘做客而已，毕竟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哪有我的未来岛舒服？你看，你的部队现在群龙无首，而温软的异变者大军正需要一个宣泄口。沈玉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当然明白我的意思，我把他这个主帅抓了，他的军队肯定会陷入混乱，温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我帮你解决掉温软，你把军方所有的资源和幸存者都交给我，之后我送你出局。很公平的交易，不是吗？你做梦！我笑了笑，没再理他，直接关闭了全息投影。他需要一点时间来认清现实，我不介意给他这点时间。可事情的发展总比计划的要更有趣。就在我准备看好戏，看温软和沈玉的军队狗咬狗的时候，世界公屏上突然弹出了温软的全球直播。画面里，他依旧坐在那座白骨王座上，可他身边的师尊却彻底变了模样。他身上的青黑色纹路已经完全褪去了，皮肤也恢复成了正常人的颜色，除了那双猩红的眼睛，他看起来就是个英俊又冷漠的男人。他完成了进化，温软抚摸着师尊的脸颊，笑得格外甜蜜。温软对着镜头开口：“各位幸存的玩家们，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爱人，新世界唯一的神。”他顿了顿，目光仿佛能穿透屏幕，直直地落在了我的身上。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玉的军队已经全部向我宣誓效忠了。直播画面里，温软笑得一脸灿烂，他身边的师尊英俊的如同神奇一般，只有那双猩红的眼睛暴露了他非人的身份。世界公屏上，残存的玩家们一片死寂。沈玉的军队本是人类对抗丧尸的最后一道规模化防线，可现在这道防线居然倒戈了，温软一下子成了这场末世游戏里排面最大的玩家。我切换了监控画面，把温软的全球直播同步投到了沈玉所在的球室。沈玉正在球室里焦躁的踱步，看到画面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他冲着监控探头疯狂嘶吼：“不可能！我的精神控制是绝对的，那些人对我忠心耿耿。”我淡淡的声音通过广播传了进去：“看来你的控制输给了他的爱。”沈玉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他整个人瘫倒在地，眼神涣散。击溃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毁掉他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沈玉彻底完了。我的目光重新落回了主屏幕上，温软抚摸着师尊的脸，对着镜头开口，那语气仿佛只对着我一个人说：“顾衍，现在整个世界的力量都握在我手里，你的小岛，你的财富都将是我的战利品。跪下，或者出局。”我笑了笑，直接关掉了他的直播。紧接着，我给温软发了一条私信：“你的嫁妆很丰厚，我很喜欢。”温软很快回了：“现在后悔了，可惜晚了。”我回他：“不，我的意思是这些嫁妆我收下了。”我又说：“作为回礼，我送你一场盛大的烟花。”发完消息，我没再理他的回复，直接接通了另一个通讯。我开口问：“星辰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老板，
可亮点不见，锁定目标区。所谓的上帝之杖，是我买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耗费巨资研发出来的轨道动能武器。它从太空轨道发射，靠着巨大的动能就能造成堪比小型核弹的破坏力，却不会产生任何辐射污染，清洁高效，而且根本无法防御。我对着全球地图轻轻点了一下，点的位置正是温软和他丧尸大军所在的坐标。我开口下令：开始吧！世界公屏上还有好事者在直播温软的丧尸帝国，他正站在一座高台上，对着新的子民们发表演说，整个人意气风发。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亮，3道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柱撕裂了阴沉的云层，从天而降，没有声音，也没有冲击波，整个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光柱精准地覆盖了温软师尊，还有他们周围最核心的丧尸军团。极致的光和热，在一瞬间把所有东西都分解成了最原始的粒子。等光芒散去，高台已经消失不见了，温软也消失了。就连师尊也彻底消失，原地只留下了一个巨大光滑的琉璃化深坑。周围的丧尸大军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齐刷刷地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具具真正的尸体。世界公屏经历了长达1分钟的死寂之后，彻底炸开了锅。有人颤抖着问：刚刚那是什么？有人跟着问：是神迹吗？还有人反应过来喊：不是99号，一定是他。我慢悠悠地在公屏上打了一行字：烟花。喜欢吗？下一个想看烟花的是谁？所有幸存的玩家在这一刻才真正明白无限财富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是钞票，也不是黄金，那是足以碾压一切异能的绝对的科技力，那是只有神明才配拥有的武器。玩家列表上温软的名字，连同他麾下那几个玩家的名字一起变成了灰色。存活的玩家数量锐减到了10人。我靠在椅子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世界终于清静了，现在只剩下军方基地里那几个被沈玉控制的玩家，还有几个独行侠，根本不成气候。我看着球室里失魂落魄的沈玉，按下了通话键。我说：游戏快结束。球室里的沈玉猛地抬起了头，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摄像头。他嘶吼着：顾言，你淘汰我，你也活不了多久。游戏里只剩我们几个人了，系统不会让我们安稳下去的。你没有异能，你就是个活靶子。我轻笑一声，声音透过广播传遍了整个船坞。你说的对，游戏确实快结束了，所以作为最后的同学记忆，我让你体面的离开。我对着控制台下达了指令，启动进化程序。沈玉还没明白进化是什么意思，球室四壁的金属板就开始泛起暗红色的光，空气以惊人的速度变得灼热又稀薄。他脸上的表情从错愕瞬间转为惊恐，他拼命拍打着合金门，发出徒劳的嘶吼：顾言，你这个疯子，放我出去！我没再看他一眼，直接切断了监控画面。几分钟后，游戏公屏上代表沈玉的100号头像悄然变成了灰色，存活的玩家数量变成了9，整个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静。剩下的玩家全都成了惊弓之鸟，没人敢在公屏上说一句话。他们都知道，一个靠财富和科技的玩家屠杀了几乎所有的异能者。这份死寂整整持续了3天。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能喘口气的时候，那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了起来。恭喜9位玩家进入最终阶段，第3关极寒大陆已结束，现在开启第4关烈日熔炉。话音刚落，我面前的全球监控屏幕上，世界地图迅速被代表超高温的深红色彻底覆盖，从2极到赤道，没有一个地方能幸免。地表温度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飙升，冰川在瞬间融化，紧接着就被蒸发殆尽。海洋开始疯狂沸腾，掀起了滔天巨浪，狠狠拍向早已残破不堪的大陆。天空中的云层被彻底驱散，毒辣的太阳毫无遮挡地炙烤着大地。我所在的未来岛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室外温度计的读数瞬间就突破了100摄氏度。好在我的地下堡垒有独立的维生系统和温控系统，里面依旧凉爽如春。可那些幸存的玩家日子就没这么好过了，他们好不容易在极寒里熬了过来，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扔进了炼狱。世界公屏上终于有人彻底崩溃了，有人崩溃大喊：这还怎么玩？外面就是个高压锅。有人跟着哭喊：我的避难所快撑不住了，谁来救救我？还有人虚弱的呻吟。我需要水。求救声此起彼伏，可很快就一个个沉寂了下去。玩家头像变灰的速度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快，仅仅1天之内，存活的玩家数量就从9个掉到了4个。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陌生的编号开始在公屏上频繁出现。这个编号是富含洲。在我的全球监控系统里，我看到了一幅奇景，在欧洲大陆的一片焦土之上，一个男人凭空撑起了一座巨大无比的冰晶穹顶，穹顶之下是一片小小的绿洲，温度宜人。他靠着自己的异能，硬生生在烈日熔炉里创造出了一片生机。不少幸存的 NPC 正拖家带口的往那座冰晶之城赶。富含洲是一名冰系异能者，在之前的洪水丧尸极寒时代，他的能力并不出众，一直都默默无闻。可在这个烈日熔炉里，他就是神。很快，另外2个幸存的玩家也投奔了他，想要寻求他的庇护。一个新的势力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我靠在椅子上，饶有兴致地看着屏幕，有点意思。就在我准备深入调查这个富含洲的时候，他却主动找上了我。他在世界公屏上发了一条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消息：顾言，我知道你在看，谈谈吗？另外2个玩家瞬间一片哗然，有人急忙喊：老大，你找他干嘛？他就是个怪物，没错，离他远点儿。富含洲没有理会他们，只是静静地等着我的回应。我手指轻点，开启了私人通讯频道，我的声音直接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你想谈什么？富含洲的脸上没有丝毫意外，他找了个地方坐下，语气十分平静。我想和你合作。合作？公屏上所有人都想淘汰我，你凭什么觉得？
傅寒舟笑了笑，坦然开口：“就凭我们是现在唯二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他接着说：“你的未来岛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你被困在了里面。这高温天气，你的机器人部队和高科技武器作用会大打折扣，而我可以在这炼狱般的世界里自由行走。我的能力是所有幸存者的希望，可我的根基太浅，资源有限。”他分析的头头是道，每一句都直指核心。我们两个就像被关在不同笼子里的野兽，单独一个迟早会被击痛而死。可如果我们合作，就能把笼子拆了。听起来很诱人。说吧，你的计划是什么？很简单，我们结盟，清除掉最后那2个玩家，之后我帮你解决岛外的麻烦。你为我提供资源和安全保障，我们可以共同统治这个残破的世界，直到游戏结束。我问他，然后呢？等只剩我们2个的时候，再决一死战。傅寒舟直视着我的虚拟镜头，眼神格外清澈。没错，但在那之前，我们是唯一的盟友。这个世界已经没什么人了，重建文明需要秩序，与其让剩下的人在混乱中消失，不如由我们来建立新的规则。顾言，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这是对我们双方最有利的选择。我沉默了，不得不承认他说的确实很有道理。这个傅寒舟和沈鱼燕烈那些人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被力量冲昏头脑，反而对局势有着异常清醒的认知。他不是来投降的，也不是来威胁的，他是来跟我谈判的，用一个完全平等的姿态跟我谈判。我看着屏幕上那座在焦土中熠熠生辉的冰晶之城，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你的提议很有意思，那么你的答案呢？我回他，我接受你的提议，但规则必须由我来定。傅寒舟的脸上浮现出一抹了然的笑意。当然，强者制定规则，这是末世唯一的点。这2个躲在秘密里的玩家，让他们自己离开。我们的联盟不需要累赘。傅寒舟没有丝毫的犹豫。傅寒舟说可以，他直接关闭了通讯。几分钟后，我从监控里看到另外2名玩家满脸惊恐和不甘，被驱逐出了冰晶之城。他们很快就消失在了滚滚热浪里。公屏上他们的头像挣扎了不到10分钟，就变成了灰色。存活的玩家数量变成了7。我重新接通了傅寒舟的通讯，我说现在只剩我们和另外3个了。傅寒舟问他们在哪儿，我调出全球地图，在南美洲的一处山脉上标记了一个红点。我说另外2个玩家裴宇和秦苍正躲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废弃矿洞里。我又说裴宇的能力是声波探测，秦苍的能力是岩石化，他们是一对警惕性很高。傅寒舟问你想让我去解决他们，我回他不是，我们一起。我把一份详细的计划图传给了他。我会用卫星释放高频电磁脉侵，短暂干扰他们的感知。你需要做的就是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用你的能力彻底封死矿洞。你想把他们闷在里面？烈日熔炉会替我们完成剩下的事，这是最有效率也最安全的方式。傅寒舟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评估这个计划。最后一个玩家呢？我把地图放大，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做了标记。叶巡，一个独行侠。他的能力是植物操控，他在一座荒岛上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树，进入了休眠。等我们解决了裴宇和秦苍，再去叫醒他。好，我什么时候动手？现在，我把所有监控画面都聚焦在了安第斯山脉屏幕里。傅寒舟的身影出现在了焦黑的山脚下，他没有丝毫停顿，双手按在了滚烫的地面上，肉眼可见的白色寒气以他为中心疯狂蔓延，大地的温度飞速下降，空气中的水汽瞬间凝结成了冰。他的脚下升起了一座晶莹的冰桥，载着他朝着半山腰的矿洞口疾驰而去。就在他快要到达洞口的时，我下达了指令，启动电磁干扰，无形的脉冲从太空降下，精准地覆盖了整个矿区。矿洞深处，正闭目养神的裴宇猛地睁开了眼，他的耳朵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嗡鸣，什么都听不见了。他的同伴秦苍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刚想把自己的身体岩石化，可已经晚了。傅寒舟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洞口，他的身后是漫天飞舞的冰晶，他只是平静地伸出手，对着洞口徐徐一握，他低声吐出2个字：冰封。巨大的冰块从天而降，瞬间堵死了整个洞口。紧接着，整座山体都开始被冰雪覆盖，一层又一层，最终形成了一座巨大的冰坟。冰层隔绝了高温，也隔绝了所有的空气。我静静地看着屏幕，等着公屏上的数字变化，可数字却没有任何变化，反倒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毫无征兆地响彻在每个玩家的脑海里。系统提示：检测到玩家结盟行为，严重影响游戏平衡。系统提示：即刻开启新模式猎杀时刻。我的心猛地一沉。系统提示：99号玩家傅寒优，你们其中1人将被随机标记为猎物。系统提示：99号玩家傅寒舟，你们其中1人将被随机标记为猎物，另1人为猎人。猎人必须在24小时内击杀猎物，成功击杀即可夺取猎物的一项核心资产或能力。若猎物成功存活24小时或反杀猎人，即可反向夺取猎人的一项核心资产或能力。系统提示：其余玩家将成为观众，无法干涉游戏，也无法被攻击。这该死的系统，他根本不想看到我们合作，他只想看到我们自相残杀。我和傅寒舟的私人通讯频道被强制打开了屏幕上，傅寒舟的脸庞第一次失去了平静，他紧紧皱着眉，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阵脚。系统提示：标记开始。一个巨大的轮盘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上面只有2个数字99和7，指针开始飞速旋转，我的心脏几乎提到了嗓。如果我是猎人，我没有任何胜算，我的所有武器都无法在短时间内锁定并击杀一个可以随意操控冰的顶级异能者。可如果我是猎物，指针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最终它颤抖着停在了其中一个数字上。系统提示：标的完成。系统提示：猎物99号。系统提示：猎人傅寒舟。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我看着屏幕那头的傅寒舟，他也正看着我，或者说看着我这边的监控探头。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盟友的审视，而是混杂着惋惜、贪婪和冰冷杀意的眼神。夺取核心资产，我的无限财富，我的卫星网络，我的未来岛，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诱惑。傅寒舟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奇异的磁性。顾言，看来我们的合作要换一种方式。他脚下的冰桥开始朝着海洋的方向延伸，他要过来了。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靠在椅背上，对着通讯器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的岛不是那么好进的，欢迎你来出局。”切断通讯，我立刻调出了未来岛的最高级防御指令，启动迷宫协议，所有作战机器人进入1级战备状态，核潜艇准备，锁定一切从海面及海底靠近的生物目标，把沈玉的尸体从进化炉里拿出来，挂在码头上。冰冷的机械音立刻回应：指令已确认。我要让傅寒舟知道，踏上这座岛会是什么下场。海面上，傅寒舟脚踩冰川，正以惊人的速度朝着未来岛靠近。他所过之处，沸腾的海水都被冻结，形成了一条宽阔的冰路，从南美大陆一路扑向太平洋中心。那场面壮观的如同神迹。那2个被困在冰粉里的玩家，此刻已经被彻底遗忘。世界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由系统主导的猎杀上。我打开了世界公屏，上面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叶璇发消息：卧槽，系统还会玩这手，太刺激了。裴宇发消息：傅寒舟加油，干掉那个该死的99号，他把我们埋了。秦苍发消息：杀了他，我们就能出去了。海上冰战阳光的对决，合着这帮人居然还没死。一层冰层暂时吊住了他们的小命，可他们也成了这场猎杀里的笼中困兽，只能干瞪着眼，什么都做不了。他们在那乱喊乱叫，我理都没理。我盯着监控屏幕，画面里有条冰路在不停往前延伸，我心里默默算着它的推进速度和方向。这家伙的速度比我预想的快多了，顶多3个钟头，他就能冲到未来岛的外围防御圈。我抬手启动了声纳阵列，那东西早就藏在海底了。没一会儿，一组数据就传了回来。报告主人，我们检测到目标在冰层底下放了一大堆微型冰锥，他正在试探咱们的水下防御设施。这个傅寒舟可不是只会蛮干的主，他不光实力强悍，行事还格外谨慎。他没傻乎乎的直接硬冲过来，反而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不停试探虚实。我忍不住冷笑了一声，启动 B 计划。给他送份开胃小菜尝尝。未来岛外围的人工礁石区底下，我早就布了几十个伪装成岩石的电磁脉冲炸弹，这回全被激活了。等傅寒舟的冰路延伸到这片海域的时候，冰层底下的微型冰锥刚好碰到了那些礁石，引爆。我抬手按下了引爆按钮，没有天崩地裂的爆炸声，只有一圈圈看不见的能量涟漪在深海里猛地扩散开来。傅寒舟脚下的冰路从中间位置开始，瞬间就崩裂瓦解，碎成了粉末。他脚下突然没了支撑，整个人朝着海里直直掉了下去。可我心里清楚，这点手段根本伤不到他。果然，就在他要掉进水里的前一秒，他脚下又凝出了一块浮冰，稳稳站住了身形。他停下了所有动作，抬起头，就好像隔着几千里的距离，正和我对视一样。他心里应该清楚，这只是我给的一个警告。世界公屏上那几个观众瞬间惊呼出声：怎么回事？冰路居然断了！这是99号的反击，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傅寒舟没再敢冒冒失失往前冲，他就停在海面上，双手直接插进了海水里。没一会儿功夫，一头庞然大物从他面前的海里慢慢升了起来，是一头完全用海水和冰晶凝成的巨鲸。这头巨鲸的块头比我手里最大的游轮还要大得多。它发出一声震得人耳朵疼的咆哮，瞬间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巨浪。傅寒舟就站在巨鲸的头顶，活像个驾驭着海神的君王。他这明摆着就是在向我示威。我面无表情地盯着眼前的屏幕，核潜艇听令，目标锁定那头冰鲸，鱼雷装填，准备发射。指令一下达，海面底下那艘像幽灵一样藏着的核潜艇腹部弹舱直接打开，好几枚鱼雷瞬间脱离潜艇，在滚烫的海水里拉出长长的白线，直冲冲地朝着那头冰鲸巨鲸扑了过去。世界公屏上那几个观众的消息刷得跟飞一样。他居然真的有核潜艇，这个疯子！用现代武器对付异能，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傅寒舟站在巨鲸头顶，好像察觉到了水下不对劲，他脚下的巨鲸立马发出一声咆哮，庞大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想要潜进深海里躲开攻击，可惜太晚了。鱼雷的速度他想得快太多了，没有天崩地裂的火光，只有一连串闷颤颤的爆炸声从海底传了上来。那头庞大的冰鲸巨鲸从内部开始崩解，数不清的裂痕瞬间爬满了他的全身。下一秒，他轰然炸碎，变成了1万块碎冰，还有漫天蒸腾的水汽。剧烈的爆炸在海里搅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周围的所有东西都被卷了进去。傅寒舟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白茫茫的蒸汽里，我半点都没放松警惕。声纳系统持续追踪目标的生命信号。报告主人，目标信号消失了。不对，又重新出现了，位置在东偏北30度，距离500米。蒸汽慢慢散开，傅寒舟的身影重新出现在了海面上。他脚下踩着一块小小的浮冰，脸色有点发白，但身上半点伤都没有。他死死盯着未来岛的方向，这是第一次。他脸上露出了凝重的神色。他通过强制开启的通讯频道对着我开了。常规武对我根本没用。是吗？那你怎么停下了？我立马调动了一颗卫星，把镜头拉到了最近。我清楚地看到他刚才插进水里的那只手正在微微发抖。刚才操控那么大的冰晶，又硬扛了鱼雷的冲击，他的异能消耗绝对小不了。我忍不住笑了笑。看来你的所谓神力
也不是用不完的。傅寒舟没接话，默默收回了自己的手。他不再想着用蛮力硬冲，反而换了个法子。他把双手频频举了起来，掌心朝下对着海面，以他站的位置为中心，方圆好几公里的海面开始以肉眼能看清的速度快速结冰。原本滚烫沸腾的海水发出滋滋的声响，很快就没了动静，转眼就凝成了冰块。冰层越结越厚，还在不停往四周扩散。他这是想把这片海域直接变成一整块冰封的大陆。他在干什么？想往海洞中走过来吗？太疯了！在烈日熔炉里造冰川，他的异能到底有多强？我瞬间就明白了傅寒舟的打算，他根本不是想冻住海走过来，他是想改变这片区域的微环境。大面积的冰层会吸收大量热量，拉低海面的温度，还能造出浓浓的海雾。有浓雾挡着，我的光学监控系统基本就成了摆设。到时候他就能借着掩护，悄无声息地摸上岛，启动海底微波阵列，目标锁定前方正在凝结的冰层。未来岛周围的海底，一块块早就伪装成礁石的装置瞬间被激活，看不见的微波辐射开始疯狂加热冰层的底部。傅寒舟造冰川的速度确实很快，可我融化冰层的速度比他快得多。刚结好的冰层从底部开始快速变薄融化，转眼就变回了滚烫沸腾的海水。冰与火的极致较量，在海面上造出了一片极其壮观的奇景，一边是冰封千里的极寒之地，一边是热浪滔天的沸腾之海。傅寒舟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这场纯拼能量的拉锯战对他的消耗实在太大了。可我呢，只需要动动手指按几个按钮就行。我的能源来自地下的5座核电站，基本等于用不完。傅寒舟显然也想明白了这一点，他停下了这场纯属白费力气的制冰动作。通讯频道里传来了他粗重的喘气声。你就只会像只老鼠一样躲在壳里不敢出来吗？对付你还轮不到我亲自出手。猎人先生，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还剩20个小时。我就是要故意激怒他，让他彻底失去冷静。一头发了疯的野兽，永远比冷静的猎人好对付。傅寒舟果然被我彻底激怒了，他不再跟我拼能量消耗，反而再次抬起了手。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海面，是头顶的天空天上。毒辣的太阳正疯狂炙烤着大地。傅寒舟的异能居然引动了高空中那些稀薄的水汽，那些水汽在他的操控下，在高空中快速凝结，最终形成了一面巨大无比、晶莹剔透的冰镜。那面冰镜就像一颗悬浮在天上的卫星，正慢慢调整着角度。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糟了！世界公屏上，叶巡也看出了不对劲。他想干什么？在天上弄面镜子干嘛？等等，那个角度，他在聚焦阳光。